文生视频领域的重磅消息最近呢 COG Y6X 呢进行了一版更新。那我们重点看一下11月8号和11月15号这两版更新。那11月8号呢，重点是发布了 1.5 的这个 model， 但是当时只有 set 版本的 diffuser 版本的呢还正在适配当中。然后呢，到11月15号呢，它就正式发布了 COG Y6 1.5 的这个 diffuser 的版本那就意味着这个版本呢是可以在我们的 ComfyUI 里边去运行的。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1.5 版本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呢？在文生图领域 1.5 版本是可以直出 1360x768 这样一个高清视频的。那同样在图生视频这个领域呢，它基本上也是支持这样一个分辨率但是这个要求写的比较多那我们算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说你干脆就直接用这个，对吧？那包括它使用的内存显存这个都说的比较多。大家重点看一下这个提示词的数量那 1.5 版本只有224个其实比 1.0 版本呢可能还要少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下边呢有对应的模型的下载地址，当然指的是 diffuser 版本或者是 set 版本的。那如果你看着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切到中文的这个界面里边，可能看着就比较舒服了大家可能对 COG Y6X 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它其实是轻盈这个的底层的模型或者叫底层的架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它的整体的效果呢还是有保证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基础的了解。那如果你想用的话呢，可以用 K 神的这个最新的升级版它目前进行了第8个版本的升级。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支持这个 1.5 版本的 models。那如果想用的话呢，非常简单，把这个扩展呢给它更新到最新版然后我们在 examples 里边可以找到 1.5 版本的 i2V。但是呢 T2V 也就是文生视频呢没有对应的示例工作流，大家可以用 1.0 版本的 T2V 改一下，也可以做这个文生视频。我目前感觉文生视频的这个适配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做好，因为这个效果呢用我们的话说是不太理想的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整体的工作流那现在看到呢是文生视频的工作流，这个里边我做了一个自动化我把所有的提示词一共有11个，因为我要做测试嘛，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跑都写到了一个文件里边，它存在了一盘这个目录里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有11个提示词。然后这提示词的话呢，我们会采用一个自动化读取的方式，把它读过来然后每次取一个，用 seed 控制我取第几个，然后一个一个读进来，然后就进到我们这个流程。那这个提示词呢，重点会进到这个 text encode， 也就是我们提示词编码的这个部分。重点说一下这儿一定要选择 1.5 的 T2V 就是文生视频这个版本，然后这儿只能选 BF16 那么这个量化版的话呢，看你的情况，如果你要是4090的话，这个不用选如果不是的话，建议大家选成 FP8 的这个版本，底下的默认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 T5 的编码器，这个我选的也是一个量化版因为我这儿已经采用了量化版了嘛所以说呢我这儿也使用了一个 FP8 的这样一个版本下边呢就是一个 sampler 呢我这儿改了一下它默认是49帧我这个显存是16G所以说跑49帧有点慢我就跑31帧。如果你要是显存还小那你可以把它变得再小底下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默认的你就按这个设置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进到这个 COG Y6X 的抱抱脸的页面上，可以看到对应的代码我们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1.5B 在抱抱脸上的页面那我们同样可以切换到中文阅读，上面的信息呢跟我们在 GitHub 上看到的是一样的它下边有一些代码你可以去看一下。比方说在 1.5B 里边我们的这个设置的话呢是采样步数是50步Guidance Scale 是6，这个跟我们那个设置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拿这个当成一定的依据，不管是文生视频还是图生视频，你注意这个设置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切回到我们的 ComfyUI 的工作流，那所以说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就行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开启 tiling，不然的话呢可能会爆显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生成对应的效果。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这个我就不跑了这个我全部都已经在线下跑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一个街道上然后一个赛博朋克风格的人物，同时他穿着一个古装，
大家看一下啊，生成的效果我们只能说还好吧，一般啊。你注意，我现在所有的这个测试呢，都是用我们之前那个古装人物各种风格的古装人物来测试的啊。现在呢就是纹身视频，这个由于看不到正脸啊，我们现在看赛博朋克的这个风格还是有的，这种霓虹灯的感觉，古装的效果，这个都是有的，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接着看。这个是一个节日的场景啊，强调一下，我们用的分辨率是1360×768，大家看一下，这个怎么讲呢？总体的效果还可以啊，人物的效果也还行，但是不够清楚，因为人脸的分辨率本身就不够啊。但是我们看到有这个什么呀，字幕，所以说你应该知道啊，这些可能是通过一些在线的视频片段可能训练出来的，这是我们猜想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是一个古装美女在插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表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这个光呢有点过啊，就是过曝了，不太好看，而且所有的画面几乎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纹身视频里边这是一个毛病啊，但是就官方演示的效果来讲没有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刚才说是不是纹身视频没有适配好啊。那这个呢光呢就没那么强，昏暗的屋里边啊，一个女孩靠着窗户，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窗户这儿明显是过曝的啊。那这个场景是两个双胞胎在樱花林里边去跳舞，这个长得就不用细看了啊，但是这个生成的效果也没法说，的确是不好评价啊，我们只能说凑合着看啊。那看这个还是不错的，对吧？不管是动作的一致性啊，光影啊，这个茶的这个感觉，但是手这还是有些问题啊，这个就不用苛求了，因为不管是 Cogwhite X 还是麻薯还是 Pyramid， 这个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手控制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在枫叶林里边奔跑的一个女孩，同样，那么这个动作表现我觉得也一般啊。这个是一个倒茶的女孩，这个还好。整体的光影做的也比较棒啊，这个是在长城上啊挥剑的一个女武士，这个人物也是走形走的比较严重，但是整个场景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啊，看长城的这个感觉。这个呢是月下弹琴的一个女孩，整体的画面效果还可以啊，但是这个这儿肯定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琴的位置，她手的这个动作都有点过啊，不太合适。再来看这个呢是一个荷塘边的一个古装女孩啊，她在玩这个水，这个感觉呢也还可以啊，一致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过曝的情况，手的这个机型都是问题。那我们大概通过了11个场景的检测，大家会发现这个的确是不太尽如人意啊。1360×768的分辨率如果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模型它应该有的一个品质啊。所以说呢，我就试了一下图生视频，图生视频和纹身视频呢比较像啊，看一下图生视频的一个效果。图生视频的话呢，就是我们这儿有一张图，然后呢通过提示词，然后给它进行编码，所有的设置基本上都一样啊，注意一些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儿要选成 1.5 的爱图位，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 image condition latent 这个里边呢，我们需要传入一个经过编码之后的图片，图片的宽度一定要保证是1360×768，参数和纹身视频是一样的。那同样我们要开启 tiling， 全部开启起来。那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这个经历了2个阶段，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第2个阶段的效果，这是图片，这生成的效果非常棒，对吧？ Cogwhite X 它的能力呢，让我觉得惊喜的是在图生视频上边。那你说你的第一版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版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我现在把第一版呢也给它放到这个工作流里边，我直接给它传上来啊。我这儿增加一个 load video 的节点，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这是第一版，这是第2版，那我们把原始的图片也可以取过来，方便我们做对比啊。这个提示词呢同样是用的插花的女孩啊，提示词这是第2版，非常的棒效果啊。你再看第一版，这个脸走形走得很厉害，
那有人说这个方法是通过什么去改进的呢？我们先不用管是用什么方法去改进，我们先来看它是不是有效的啊？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啊，我们下边再来看其他的场景。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输入图片，这是第二版。这个女孩的动作呢会比较丰富一些，然后会有一些镜头动画。这是第一版啊，第一版的镜头会有些抖动啊，特别像一个人拿着手机在走着这样拍。可能有的人说更喜欢这样的效果啊，这个的确不好说啊。但是你注意，在一些细节上我们是能看出来，比方说这个竹子它在闪动的时候，包括人物，刚才我们说了人物的这个动作，你会发现，那很明显的第二版也要比第一版呢，更好一点。那我们在之前检测这个古装绘图能力的时候，曾经用过这样一段提示词啊，所以说呢，我就不把重点放在提示词上面，我们就看一下最终生成的效果，还是第二版要好啊。好，下边我们继续。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两个双胞胎的女孩在樱花林里跳舞啊，这是我们用 Flux 生成的图片。那这个是第二版，你注意樱花的这种飘落的情况做的还是非常棒的，女孩的这个舞姿动作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那镜头呢相对稳定啊，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镜头在里边。那你再看这个是第一版，第一版呢只能说还可以啊，你看一下，还是说镜头不稳定，对吧？总是来回在抖啊，这个是一个上。那就总体的这个动态效果来讲的话呢，其实两版呢还都是差不多的，同样是我们优化过的这一版可能更好一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呢，是一个喝茶的女孩，这是第二版的效果。这个女孩呢其实已经开始喝这个茶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雾气的效果，女孩面部的这个一致性都是比较高的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版，第一版呢不能说不好啊，还是说喝茶的动作是没有的，而且这个雾气呢把这个面部给挡住了，可能有的人更喜欢这个感觉。这俩即便我们去评的话，也只能说差不多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第二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枫林里奔跑的一个女孩，那么这是第二版的图生视频的效果，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版，第一版呢也不能说不好看啊，但是它的问题是人物会有非常大的变形，能看出来。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是雾气还是尘土啊，这个有点不合常理，这个应该也是这一版要更好一些。你注意，人物虽然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他的五官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呢，这个动作也比较流畅。那通过这个我们也能发现 Coco Video X 除了对这个写实版的动作，对这种动画版的或者叫 2.5D 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啊。那这个对比的结果同样是第二版效果会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倒茶的女孩啊，这是原图片，第二版生成的效果，你注意整个的稳定性啊，女孩的神态呀，这个雾气的效果啊，包括物品的一致性保持的都是非常棒的。大家看第一版，第一版这个不用去解释了啊，看这个手几乎就成精了，是吧？这个女孩的这个神态啊，这个动作都有点二，这个茶壶呢也有点走形，雾气还是不错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这个完胜啊。这是站在长城上的这个女武士，同样是一个动画版本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原图，第二版，女孩从这个长城上直接跳下来了啊，然后挥了一刀，动作还是很漂亮，人物有点走形啊，而且比较严重。这个呢，女孩凌空给了一刀，你注意啊，这个走形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这个容易做一个什么解释呢？在仙侠的这种动作片里边，总会有一刀劈出来火焰啊、闪电的这个效果，这个特别像那个感觉啊，就是个女孩挥手一刀，然后出来了一堆火焰，然后火焰挡住了女孩嘛，所以说女孩走形了。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呢，其实这个可能更漂亮一些啊，但是从生成的效果上来看，或者从这个动画的本身的一致性来看，其实还是第二版要好啊。那就这个比较走狗屎运啊，形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才让它看起来可能更加的绚丽一些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月下弹琴的女孩，这是原图，这个意境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这是第二版，第二版总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就比较诡异了，是吧？
所以说呢，第二版这儿生成的不好啊。那我看第一版这个就更不能看了啊，抖动的非常厉害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在这个里边第二版和第一版生成的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相对来讲第二版还是要好很多的，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荷塘边上坐着的这个古装女孩的效果，原图非常漂亮，第二版非常好啊，女孩的动作神态水的这个效果，第一版后期基本上就飞了，是吧？放飞自我了啊，没法看了，是吧？所以说很明显啊，这个也是第二版。你注意啊，在所有的我们比较过的这些图片里边，不下10张，通通的都是第二版比第一版要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秘啊，第二版和第一版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注意，第一版是我用 Florence 直接从过这个图片反推的提示词，将这个提示词呢给它放到这个CogValue Text Encode 里边，然后出来的效果这个都不太好啊。那这个提示词是怎么来的呢？是我用一个提示词生成器啊给它生成的。有人说，那你怎么想到会用一个提示词生成器呢？当然这个肯定不是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还是回到抱抱脸的这个主页上，大家去看一下啊。这里边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比方说快速上手这个部分，它会告诉你啊量化模型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量化的方法都是什么啊，这个都有一些说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技巧啊，这儿可能说的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一下 GitHub 上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啊 ？GitHub 上可能更好一点，我们找一下啊，这里边有这样一个部分 Prompt Optimization， 也就是我们说的提示词优化，这样我们还是切到中文啊。对，提示词优化，在运行模型之前呢，请参考这里啊，看我们怎么是使用大语言模型，然后对这个模型进行优化的，这个非常重要啊，很重要。因为呢，这个模型是有长提示词训练完成的，所以说一个好的提示词呢，会直接影响视频生成的质量。所以说呢，我们先点开这儿。那这里边的话呢，其实主要有 T2V 和 I2V 啊两个这个提示词，然后这里边是一个 Markdown 的语法，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目标是什么呢？给定一个高质量的图片啊，然后你生成它对应的视频描述。它这儿写的很清楚啊，说作为一个专家，你应该深入到这个图片里边去发现它内在的一些东西啊。另外呢，要注意就是这张图片呢是一个视频的第一帧。然后剩下的这个其他的视频的部分呢，都会根据这个视频来生成。所以说呢，你要尽可能的描述motion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image， 也就是说你要描述一些这个动态的内容啊，还有注意不要包含什么呢？不要包含相机的这种转换啊，然后屏幕的切换，甚至视角的切换，这个都不要有啊。然后回答的这个风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啊？是直观的，可以理解的，而且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是英文啊，不管这个用户问什么，你都是英文输出，而且呢要提供必要的上下文和保持一致性，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先训练一个模型啊，然后呢利用这样的一个提示词，让一个大语言模型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对吧？注意啊，它是一个 Markdown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你要是愿意给它转呢也行，你要是不愿意转呢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来试一个啊，我直接给大家训练一个，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用 Gemini，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 Cloud 什么都行啊。同级别的大语言模型都行啊，这儿我选的是 1.5 Pro。 好，下边呢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粘上，直接来训练一下这个东西啊。大家注意，我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呢写上我们需要写的东西啊，看目标是这个，然后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下边呢我们写第二个注意的点啊，下边是 answer style， 我们说的你回答的风格啊，后边这一句可以要可以不要啊。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下这个提示词就可以了，它现在就是说会让你输这个东西啊。下边呢我们上传一张图片，大家注意我们传一张这个吧，
我们之前没用过这个图片，就赛博朋克的这个。现在呢，图片就上传好了啊，然后我们直接给它 run 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提示词。这样你要注意啊，那如果你的提示词太长，在这就会报错，大家注意，很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需要加一个要求啊，提示词的单词数量不多于200啊。然后呢，我们重新的来校正一下这个模型，那它会重新的把它生成一下。好，还等什么？赶紧去尝试一下最新的这个 Seed Edit 技术。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